take care of. Darker day than a night falling deep. Stimulate me. I want you mental and physically. Be alone.我叫林露西，盛恒律所合伙人。3年前弟弟去世，母亲患阿尔茨海默症，清醒时最大的心愿是看我有个家。为满足他的愿望，我注册了婚恋网站，今天是来和系统匹配的人结婚的。契约婚姻为期1年。抱歉，路上堵了。是林露西女士对吧？契约条款都看了没有？为期1年。看了，婚后各过各的，扮演恩爱，不得不要爱上我。巧了，我对姐姐不感兴趣。姐姐，让玩的人是你。那边是储物间，左边才是客房。补充协议有3：第一，不得爱上对方；第二，不干涉对方的私生活；第三，若违约，净身出户。你有双温柔的眼睛，映着我向往的风景，赐予给我一场梦境，说什么都不肯信，雨滴仿佛是你的耳语，在窗外我加一条，若甲方爱上乙方，则合约作废。行。如果你是那遥不可及路过的流星，考考你啊，比如说这第18条，扮演恩爱夫妻的界限是什么？就比如现在，头发上的水快要滴下来了，我帮你擦，那属于扮演还是属于？我自己来，你越界了。合作愉快，我的甲方。合作愉快，我的甲方。第1460天，姐姐。露露，姐姐结婚了，你说过会有人来照顾我，是这个人吗？林露西，你疯了！
跟 App 上匹配到的男人闪婚。江淮，自由摄影师，25岁，无犯罪记录，无经济纠纷，有问题吗？他3年前就在你的律所楼下当保安，3个月后离职。然后你妈住过的疗养院，他当过半年义工。再然后你常去的便利店，他当过夜班店员。林露西，这是跟踪。这些照片你哪来的？我找人查的。那又怎样？我说过，各过各的。来了。你查我了？这个呢是当保安在巡逻的时候，这张是医院在做义工，这张是在做便利店店员，碰巧都在。这碗馄饨，谁教你包的？一个朋友，肿瘤科的，他说他姐姐胃不好，只能吃点热的，好消化。露露在肿瘤科时，我从来没有见过你。可我见过你，你就在那个房间门口，打完了电话哭完了才进去。我不敢上去打扰你。明天我们去见见他。露露，姐姐来看你了。你说会有一个人替你来照顾我，是他吗？林露跟我说过最多的一句话就是，她姐姐的胃不好，总是好好吃饭，她让我好好照顾她。她姐姐还总是一个人在病房外面偷偷的哭，还以为她不知道。姐，如果安哥来找你了，你先别赶他走，他跟你一样，什么都自己扛。你让他给你包馄饨，他包的比我好。还有，你每次在走廊上哭完才进来，我都听到了，每次都听到了。露露，你托他照顾我，你让他替你来，是，你是把姐姐都安排好了，可是姐姐连你最后几天到底疼不疼都不敢问。走吧，陪你去散散心。那个，要不你先随便逛逛，我去给你拿瓶水。嗯。哟，美女，一个人来啊？第一次来？对。我教你啊，免费。啊，不用了。没事儿，我又不会吃了你，来吧。哎，我又不会吃了你，怕什么？不好意思啊，我是她老公，不麻烦。
对吧，姐姐？这是什么呀？这刚才那个胸大无脑的无名指上有戒指的痕迹，是有家室的人。我不是有意介入你的私生活。你的观察力不错，适合当证人。 Been around, brought you down, it's true. 我是做姐姐的人。你在发抖？我只是在评估风险。无风险。 Think too much, out of touch. 你的右肩胛骨有旧伤，还有你的颈侧疤痕，好像是某种高坠后留下的。 If I said too much, I know you're 所以姜老师，现在谁更危险？江华，你知道在法庭上什么证据最有力吗？自白。你的自白我收到了。我16岁那年，就从这个高度，我跳了下去，差点死了。所以，你脖子上的那道疤，是那天留下的。后来呢？ 江安，你哥哥从天台上把你拉回来之后，你跟我说你不知道为什么活，现在有答案了吗？你的问题不是抑郁，你的问题是你妈妈抛下你之后，你把自己封闭了起来，现在你又把你哥的意外去世归咎在自己身上，你再也没有让任何人靠近你，你需要一个人，一个走进你生活的人，你会遇到的。 后来我去医院做了义工，认识了林露，她是我这辈子遇到过最好的朋友。她在临走前把她的姐姐托付给我照顾。我做这么多奇奇怪怪的事情，都是为了守护她。圆圆，你看她一眼。再后来，她就注册了婚恋 app。 所以，4个月前的那场雨夜，4个月前的那场雨夜，是我。我清楚的记得那天是你弟弟的忌日，你就在那个酒吧的吧台喝了一杯又一杯，醉得一塌糊涂。 헤어날 수 없는데 멀어져가는 널 네가 붙잡을 수가 없어 어두워진 나의 기억에 네 환한 빛이 되어줘 점점 흐려지는 네 얼굴 나를 미치게 만들어 조금만 내 곁을 지켜줄래 따스한 목소리로 어두운 눈으로 다시 볼 수 있게 제발 其实那个雨夜，我知道是你。
我只是在等你主动告诉我。You give me butterflies and I ought to need. Kimi no namae wo call harasakute I can't hide. 怀哥，我是周思野，你在家吗？谁呀？怀哥，怀哥。怀哥，你还记得我吗？我是周思野呀。上次你给我拍的照片好好看，可以再给我拍一套吗？他谁呀？啊，这个叫什么周思什么来着？忘了，一个网红，上回我给他拍过照片。怀哥，他谁呀？我是江淮先生刚领证的合法妻子，他最近不接私单，他的所有商业合作由我全权代理。管这么多？忘了做自我介绍，盛和律所合伙人林露西，也是江淮先生的常年法律顾问。律师管得住男人，你管得住自己的年龄？怀，告诉这位小姐，喜欢姐姐什么？怀，告诉这位小姐，喜欢姐姐什么？喜欢姐姐叫我弟弟。喂，张总，你们机构最近是不是在签一个网红叫小野，本名周思野？我只是想告诉你们，在签网红的时候要做一下背调，查一下别人的合作违约记录。哎，我这边有3个品牌方的资料可以给到你们。啊，没事儿，不用谢。这算是封杀？不是封杀，只是提醒合作方做背调而已，律师的本职工作。姐姐，你现在的样子比法庭上还可怕。你怕了？怕了。哎，林大律师业务范围很广泛，什么时候签了我代理费？我怎么不知道？刚才口头协议也具有法律效益。那代理费呢？按标的额分成。行吧，反正我有1年时间慢慢还呗。喂，律师协会，我要投诉。露西，投诉信到了律协，所里要开会。好。露西，投诉人质疑你丈夫身份不明，动机可疑，可能存在不正当的金钱交易，所以在调查清楚之前，我们建议你停掉手中的案子。请委会给我一次解释的机会。其实，露西，你还记得我吗？我记得你，你是我当时一个离婚案的当事人的被告。林露西，当律师的果然好记性。我今天就是来提醒你，1审马上就要终审，你将会变得一无所有。你害我倾家荡产，妻离子散，你感觉很好玩吗？我要再提醒你，抓紧让我老婆撤诉。这取决我当事人的意愿，我只是他的代理律师，我得听他的。那要是这样，
谁也别想活！哎，冷静冷静一下，冷静一下，这不关我俩事。你别冲动，保安，保安，快叫保安，快叫保安！林露西，在法庭上从来不会发抖的女人，现在抖成这样。只要人还活着，总会有机会的。请你冷静。我现在什么都没有了，我现在还要活着有什么用？是水，不是硫酸。保安呢？保安呢？先回来。我和你拼了！交换！就是他，把他给我带走！林露西，你给我等着！没事没事，你没事就好了。我的履历，社保证明，公屏上说我身份不明，我现在人就在这里，有什么问题不要问他，问我。姐姐，我们走。看来这律师也是个高贵职业啊。江淮，我打赢过上百场官司，可是那种官司，我这辈子都不想再打第二次。怎么突然想到带我来这儿？想来就来呗。你之前在这里上班，上了多久？1年02个月。夜班。那个时候你加班到凌晨的时候，你不是来这边买一杯冰美式，然后胃疼的时候就蹲在那儿。一人完成2个人的不同玩游戏，为何你还不满意？冰箱里的东西早就不你知道吗？其实那天状态挺不好的，然后我就听到了你和那只小猫说我没有家了，你也没有，半天还没黑透。哎，你知道吗？其实在我差点跳楼那天，有个人也说过一样的话。在我差点跳楼那天，有个人也说过一样的话。这是我的半条命，放你那儿，帮我拿着。因为你就是我活下去的理由。曾以为世界只剩下一片荒芜，心碎的痕迹刻画在每个日落，习惯了独自承受风雨的残酷，遗忘了笑容曾是我的救赎。喂，露西，你让我查的事儿，林路的病历少了一页。
纸质档案被人抽掉了，电子档案的访问记录也被人删过，档案室出入登记本上，你弟弟去世前1周，唯一一次非工作时间调阅档案的是程玉白。程玉白的事，你知道吗？我知道。为什么不告诉我？你也没问我呀。你怕我调查完了就不需要你了。江淮，我问你个问题，你想清楚再回答我。你现在站在这里，是因为单纯的一个承诺，还是你想？一开始是因为承诺，现在从什么时候变的？那个婚恋 app 算法是我算的，98%我写的。你写？我写的。江淮，这枚爬山扣我先收下了。明天带你去见我妈。妈，这就是我跟你提过的江淮，我们结婚了。阿姨，安仔，你怎么说了这么多？你那个时候推我去花园，太阳好大，你说晒黑了就不冷了。对，晒黑了就不冷了。阿姨她怎么会知道我那个名字啊？可能是你之前做义工的时候告诉她的吧。妈比我记得更清楚，她只听过那个名字1次，从我弟嘴里。陪我去散散步吧。你怎么来了？我来看望一位老朋友，没想到在这儿遇见你。这位是我的妻子。你好，我是傅晶。林露西，我知道，盛恒律所的合伙人。安仔，妈妈想和你聊聊。我叫江淮，傅女士。我这一次回国就不走了，把基金的总部迁到上海来。跟我有什么关系？有关系啊，我是你母亲。我妈死了。过往是我的不对，妈妈现在想要弥补你。补不了，走了。江淮。
安仔，我不是求你原谅，我是来还的。江淮，你知道他是谁的吗？知道，投资 JVC 女王苏静。你12岁那年，她离开了你，再也没有回来过。还知道什么别的吗？我还知道什么不重要。江淮，这是你给我的，你说这是你的半条命。现在他在我这里。付金找到了所里，他想委托我们做他基金的常年法律顾问，2000万的年费。推掉。那可是2000万。你很缺钱吗？我缺瓜，所以你能告诉我，你老公那位亲妈到底想干什么？他根本不缺律师，他只是想让江淮坐下来跟他聊聊天，而且他也不需要法律顾问。所以你的意思是？那就按次收费，聊一次记一次钱。露西，你真是个律师。走，开会去。如果采用方案 A 的话，我们就从小区的后门进去，你们觉得怎么样？这条路很宽，如果从后面进去的话，我们还是有风险。有道理。那如果是方案 B 呢？从小区的侧门过去是不是？跟踪骚扰的。你偷听？我刚来。从这儿进，信我，我是专业的。说来听听。我做过呀。不是跟踪啊，就是守护，反正是一个逻辑嘛。那 OK， 那这个案子就由你来当搜证顾问。江淮，你过去的那些年不用藏起来，我需要你。你一般要等多久？一般1-2个小时吧，甚至有时候一整晚。你一个人啊？婉晴会陪我，但她熬不了夜。那你一个人害怕吧？有点儿，但现在有你了。拍什么呢？拍你好看。我看看。来了，空调来了。这份够了吗？够了，够出律师函了。来，我看看。有这么多呢。刚才你在车上说你现在不是一个人的时候，是因为我在吗？你想问什么？没什么。我就是想问一下，你有没有在等我？
你今天怎么了？奇奇怪怪的。我害怕。害怕什么？怕你是因为要查弟弟的事情才让我靠近你。我查我弟弟是我一直在做的事，让你靠近和这件事情没有关系。那你就是在等我？等了3年，等到民政局门口，我在想啊，这个人总算是来了。就是想让你知道，不管你是不是因为要查弟弟的事情才让我靠近你，我都会坚定的站在你这一边。我知道。我到这边。走喽。我加价3000万1年，条件是让江淮陪我吃1顿饭。傅女士，我们这里是律所，不是中介，不代理私人关系。那就当是风险评估。我的儿子和一个来历不明的女人闪婚了，我的资产需要评估风险，请你林律师以一个律师的身份提供一份风险报告，题目是林露西不是为了钱靠近我儿子。傅女士，我想你搞错了。首先，江淮已经年满18周岁，他不是你的资产。如果你真要咨询，我们可以按收费标准，每小时8000。你真不怕我查你？说起查，我比你更早查过我先生。你查过他？全面调查，婚前。那你知道他以前的事？我想应该比你知道的多。傅女士，我最后跟你说一件事，在江淮12岁的时候，你离开了他，你从此再也没见过他哭。你还记得当时在学校门口他给你拍的那张照片吗？他一直留到现在。你知道他藏着这张照片的原因是什么吗？他只是想记住他妈妈长什么样子。所以你觉得3000万1顿饭能弥补得回来吗？傅女士，我想我先生缺的不是钱，缺的是一份迟来的道歉。林律师，你赢了。陈医生，我之前和你聊过的事，我儿子的心理状态，我想再约一次。傅女士，江淮的心理评估我可以做，但有个前提，您需要让我提前接触他的生活圈。他身边有一个律师，叫林露西，你认识吗？认识，很早就认识。那你应该比我更了解。姐姐，干嘛呢？做饭呢。你还会做饭？刚学的，也不知道好不好吃。怎么样？好吃吗？糖醋排骨，不放生姜，多放醋。
糖醋排骨，不要姜，多放醋。好。饿了啊。那天你妈教安仔应该不是乱说的吧？我16岁以后知道这个名字的只有一个，林路。你妈不会知道的，除非有人告诉她。露露在走之前跟我说，有个人叫江安，会替她来照顾我。她让我等。她说这个人会来找我。等了很久吗？2年。2年之后，有个人在我的律所楼下当保安，工牌上写着江淮。后来我去调取了你入职时候的身份证复印件，上面的名字不是江安，是江淮。后来我才知道，在你16岁的时候，你把这个名字注销了。你知道我叫江安，但是没有来问我。对，你以前总问我有没有在等你，我有。再不吃就凉了。江安这个名字很好听。露西，好久不见。你今天约我来有什么事儿？没事就不能约你出来了。怎么说，我也是露露的主治医生之一，关心她姐姐也是应该的。拿铁，加燕麦奶。你知道我的口味，这不是关心，是了解。了解不好吗？了解是信息搜集的结果。你知道我下班会几点回家？你知道我去便利店会喜欢喝什么样的咖啡？陈宇白，你知道的太多了。露西，你这是在审我？我只是在陈述事实，和露露有关的每一个人，我都会查，你也不例外。那你查到什么了？总有一天我都会查到的，只是时间问题。今天有个叫江淮的人来，他说他以前差点死了。我问他为什么没死，他说有人告诉他天还没黑透。我跟我姐也说过这句话。他问我姐叫什么，我没说，但我说她很厉害，是律师。他说那她一定很会杀人。
我让护士姐姐帮忙接热水，她加班的时候胃疼，喝热的会好一点，但她总是不喝，说忙忘了。安哥说他胃不好，他也知道，他跟我一样，是个会盯着你喝水的人。露露，你走之前到底给姐姐藏了多少东西？喂，露西，你让我查的程玉白，他名下有一笔转账记录，金额不小。接收方名字我不认识，但我查了那个名字的关联人。说，那个人的表哥是之前给林露送药的。发给我。你怎么来？这是我弟弟的文具盒。安哥说这张拍的最好看。安哥，这是我姐最好看的一张，你拍的她。等我走了，你替我把这张给她。安哥说他胃疼还喝冰美式，我不在了，你管他。安哥，你别站那么远拍，近一点，他不会发现的，就算发现了也不会生气。安哥，等我好了，你教我拍照，我给我姐拍。这些都是他写给我的，我每次去看他的时候，他就给我写一张。赞这么多，他从来没有跟我提过这些。他让你管我喝热的，你就在便利店守了1年。他叫你把最好看的这张照片给我，你为什么不给我？他叫你把最好看的这张照片给我，你为什么不给我？江淮，他只是托你照顾我，但是他没让你喜欢我，这是你自己的选择。露露在走之前托我给你带句话，他说安哥和他一样，什么事都喜欢自己扛。他希望你别站那么远。他没和我说，但是他跟我说了。是我所有日子都例外，我的心只为你一个人敞开，想为你挡下所有的伤害，我的爱不说出来，他们说爱要权衡利弊，才不算爱得太过卑微，可我只
全世界最好的都捧到你面前，因为有了你，我的世界。孙平，药商代表，之前在公司内部被通报过一次，通报后离职，说是私底下联系医生推新药，现在开了一家小型医疗器械公司，地址在郊区。这个人我见过，在医院肿瘤科，他经常在走廊的尽头打电话。他跟谁接触过？不确定，但我记得他和陈宇白在走廊尽头聊过一次。那时候陈宇白是以心理医生的身份参与。约他。这是什么呀？我猜是陈宇白，他应该是知道你在查他，他想让你停手。明天我就去见孙平，在公司堵他。你一个人去啊？生意人嘛，白天戒备心强，我一个人去，他可能只会把我当律师。是啊，你是律师，你不是警察，你没有执法权。他要对你动手怎么办呢？你总是这样，什么事都一个人搞。从你弟走的那天开始就这样。你查他3年，什么都不跟我讲。你妈住疗养院的钱，你一个人挣，就连你差点被停职你都不告诉我。你总是说想要一个人在你身边，但你其实连身边的那个位置都从来没留出来过。我只是不习惯。那就从现在开始习惯。明天我陪你一起去，我在车里，不上去。可是没有什么可是。孙先生，我是一个朋友介绍来的。谁？陈医生，陈宇白。他有一批医疗器械需要采购证明材料，怕有些经济来往不合规。我不明白你说的意思。我和陈医生没有做过交易。我查到去年3月，你们俩之间有一笔巨额往来。他说是朋友间的借款，但是时间恰好和他在给一位病人换药的时间吻合。你放心，我不是来追责的，我是律师，我是来帮你们解决问题的。如果药监局来查，你们也说得清楚。你说的那个病人，他是谁？林璐。那个不是我，是陈医生要的药。他说那是他导师的课题，我只是给药，我也不懂那药是什么作用。说清楚，是谁换的药？陈宇白。他自己把病人的辅助药停了，换了我给的新药。后来那批药批号也删了，也是他干的。有了吗？拿到了。换药、停药、删批号，他亲口说的。陈宇白，他自己把病人的辅助药停了，
换了我给的新药，后来那批药批号也删了，也是他干的。你说的对，一个人真的扛不住。你现在不是一个人了。喂，露西，孙平刚才给我打电话了，他说今天有个律师去找他，问了一些关于药的问题，录音了对吧？啊，没关系，你查你的，我只想说，云露走之前托他照顾你，我没做到，但他做到了。是陈宇白，他知道我拿到录音了还打过来，什么意思？他不怕。说明他早就准备好了。看来孙平这条线得加速了，他可能会比我们先动手。那就追。林律师，你提交的录音证据、转账记录、病历残页、照片证据委员会全部收到并核验。今天我们请你来做最后的陈述，你可以开始了。谢谢主席。在我做陈述之前，我想请大家先听一份录音。陈宇白他自己把病人的服毒药停了，换了我给的新药，后来那批药批号也删了，也是他干的。录音里的人是孙平，药商代表，他供的药替换了我弟当时治疗时辅助抗排异的药，而换药的人正是陈宇白。他不是肿瘤科医生，他仅仅只是我弟的术后心理辅导，他没有处方权。这3张照片拍摄于我弟弟去世前1周，这一张是陈宇白亲手从孙平手里接过样品药箱，这一张是陈宇白正在翻阅病历档案，这一张是陈宇白在护士站修改病历编号。时间、地点、行为3点连成一线。这一份是我弟弟的换药病历记录单，电子档案被抽走，纸质档案被修改。我弟的换药日期是在2月16日，3天后，我弟弟发生排异现象，1周后去世。我查到的不仅是这些，我还查到在我们的故居，我发现了我弟的日记本，上面有一行字。林律师，你陈述的事实部分，委员会已记录。还有一个程序性的问题，你是否主张陈宇白的行为构成故意？我主张，因为这不是他的失误，而是他明知道新药没有通过临床验证，没有执药权，却依然要换药，所以我恳请委员会立刻开启对陈宇白医师执业资格的审查，并移送司法机关。我的陈述完毕。委员会收到你的全部证据和陈述，现在休会讨论。你也没吃晚饭，先喝点热水。以后不管是庭审还是听证会我都会在。你再也不用一个人偷偷躲起来哭了。林律师，
委员会已做出决定。陈医生，录音里面说的是你吧？你为什么要换药？你和孙平什么关系？江北医院医生因违规操作致患者死亡，日协已启动审查程序，我们会根据实际情况进行后续调查。欢迎露西。 妈，你终于认出我了。废话，妈妈怎么能不认识自己女儿呢？你是安仔。是。露露说你会在天台等她，她让我告诉你，不用等了。他还说什么了？ 他说：“妈，我知道我姐怕冷，我给她找了一个人，他叫江淮。露露走的时候不疼，真的不疼。她说姐姐结婚了，还说……妈，露露还说什么？你是谁？” 我要找儿子！我找儿子！我找儿子！妈，我找儿子！找儿子！妈，我找儿子！露露，那个人查出来了。 你走的那天，姐姐没哭，今天也不会哭。我要你看着，姐姐会把所有害你的人全部都送进监狱。林露，答应你的事我做到了。露露，今天姐姐来呢，是要告诉你个答案，就是这个人。 姐姐要了。走吧。露露小时候啊，特别不爱拍照，每次我一举起相机，她就跑。有一次好不容易逮着她参加学校的竞跑赛，我就在终点等她，结果她一看到我举着相机，第一个反应竟然是捂着脸，把我给笑死了。 后来，那张照片搬家的时候弄丢了，再也找不到了。怎么了？又拍？看这边，看这边，看这边。3、2、1。这就是最后一张了。最后一张？嗯。摄影展最后一张我一直不知道放什么，这个就很好。那这张照片就叫陆影于熙。为什么？陆是我，熙是你，影是你等了我3年，我藏了3年，以后我不用再藏。摄影展你会来吗？
感谢各位光临我的摄影展。在介绍这些照片之前，我想跟大家讲一个故事。在我16岁那年，家里遭遇了一些变故，我走上天台，想结束自己的生命。那天我遇到了一个陌生人，一个阿姨，她告诉我说：“往上看。”天还没有黑透，我被救下来了，我开启了第2次生命。但我还是很迷茫，我找到了心理医生，心理医生告诉我说，我需要在我的生命里去寻找一个支柱，去寻找我活下来的意义。我就去了医院，做了义工，认识了一个人，一个我第2次生命中最好的朋友林路。可惜他走得很早，在他临走之前，他交代我，他拜托我，让我照顾好他的姐姐。他的姐姐叫林露西，也是今天这个摄影展的唯一女主角。因为这一句承诺，我守了她整整3年。在这过去的3年里面，我出现在她生命里的每一分钟。我在她经常去的便利店里面做过店员，我在她公司楼下当过保安，我还去她妈妈带的那个疗养院做过义工。因为这一句话，我守了她整整3年。哎，江先生，我想请问一下，这些照片时间跨度3年，有的人可能会觉得像跟踪狂。是的，是。其实我很害怕，所以这些我都没有给他看过。其实我很害怕，所以这些我都没有给他看过。一开始我以为我拍这些照片只是因为那一句对他弟弟的承诺，后来我才发现，在这3年的时光里，他成为了我生命里的支柱。就那天，他在便利店的门口对着一只流浪猫说：“虽然你没有家了，但往上看，天还没有黑透。”我想跟他说，我想和他有一个家。3年前我在楼下的时候，我没敢上去见你。今天所有人都在，我想问你，林大律师，这辈子不计违约，你见不见？ 这一半也给你，我的这条命早就在你那儿了。 你今天在台上讲话的样子挺帅的。为什么？我说，你今天在台上讲话的样子挺帅的。那你怎么不签？啊？你怎么不签？ 我签了，这儿，我签了。甲方调戏乙方，乙方不服可以上诉。乙方拒绝上诉，乙方拒绝乙方强制执行，强制执行。 你什么时候学会的这招？因为你觉得呀，甲方教的乙方。
明天睡醒了，记得是谁先主动的。我主动。我主动。我主动。没有。几点醒的？有一会儿。你紧张什么？没紧张。你脖子都红了。吃馄饨还是吃我？吃馄饨，因为我饿了。行啊，吃馄饨。嗯。等我一下啊。来，尝一尝。啊。好烫。换了馅儿。嗯。新配方，新生活。你也吃一个。嗯。我感觉马蹄有点加多了，稍微有点减点。不换，这个配方锁死了。我再吃一个。好吃，以后的馄饨都你包。有吧？这个给你。什么东西啊？露露去世前托我把这个给你，她说只要以后打雷的时候你就攥着它，就不会害怕了。他在肿瘤科那大半年，我每天下班都去看他，每次他都说：“婉晴，明天你别来了。”但是我第二天还是会去看他。他每次看到我，都开心的像个孩子。但是他从来没跟我说过他爱我，但是每次打雷，他都会给我发消息，就一个字：爱。其实啊，露露她不是不爱你，她只是不知道如何爱你而已。是谁？你还是来了，我以为你不会再来见我。你说医院还有人，所以我来了。你知道那批药怎么流向医院的吗？我一个人做不到，
是有人提前打开了系统，修改权限。说清楚，那个人是谁？肿瘤科副主任沈志明，他管审批权限。孙平拿药，我开处方，我们3个人各拿1/3的责任。我跟你说这些，我的罪并不会减轻。我之所以告诉你，是因为你是林璐的姐姐。林璐死之前跟我说过一句话，说她姐姐是律师，什么都查得到。没错，你确实什么都查到了，但你是好人，我不是，我从来都不是。沈志明我也会查，他们一个都逃不掉。林露西，我能最后再问你一个问题吗？你爱从未。林露西，我从来没有想过害她的性命，但我害了她，这件事情我这辈子都还不完。林律师，您这是陈以白的事啊，我听说了，他推给我的，但换药的事是他自己做的。沈医生，3年前你撞翻过一个水杯，肿瘤科在护士站，你撞翻了一个老人的水杯，我捡的，你没有回头。我那时候穿着义工的马甲，推着轮椅。捡杯子是我拍的。你看病历的时候，应该没想到有人正好在那里抽烟吧？我叫苏婉晴，林璐的女朋友。她在肿瘤科那大半年，我每天下班都去。每次见到你，你都对我笑。现在我才知道，你笑的时候，她已经换了你批的药。这个是你转给陈宇白的转账记录，这个是你亲自签名的采购申请单。哦，还有这个。陈宇白他自己把病人的辅助药停了，换了我给的新药。肿瘤科副主任沈志明，他管审批权限。孙平拿药，我开处方。你在删病历之前查了3次病，2月16、2月17、2月19，比陈宇白多了2次。不只是林璐一个，陈宇白给我介绍了3个课题，我每签一次就收一次。你说不确定其他的有没有问题，你在签字的时候想过那些病人是谁吗？没有，我只是看了数据。好，现在说，从林璐开始。我沈志明配合陈宇白对3名患者违规用药，签署虚假临批单，事后删除病历，其中1名因并发症去世，叫叶公。他说没看名字的时候，我想把戒指摔他脸上。他没看，有人替他看了。3年前我在这里做义工的时候，每次经过他办公室，他的门都关着，我一直以为他是在忙，现在看来，我和露露说，等他好了，我们一起去看极光。他说好。
挪威、极光。好，那就一起。我先生订票。我什么时候说要带他了？新规定，甲方有权带闺蜜一起旅行。临时加的。签都签了，怎么有意见啊？冷，但是不想进去。露露的手机屏保就是这个。露露，我们来完成你的心愿了。我们带着你的心愿来看极光啦。姐姐来了，江华也来了，还有婉晴也来了。露露，我来了。挪威，你看到了吗？来，看我，准备。拍的真好，好好看。那你们俩过二人世界吧，我一个人去那儿走走。在想什么呢？我在想林路，他明明跟我说过带你一起来挪威的，现在我不在这儿，他不在。他在。现在极光出现的时候，他也在。姐姐，我有东西要给你。I know this won't help things, but I will tell you anyway. Your girlfriend's the blonde one. 其实我已经都准备好了。什么时候准备？我俩领的那天，但是我没敢拿出来，我怕你觉得咱俩7月结婚，也不让你理解。我怕你觉得咱俩7月结婚，配不上这枚戒指。我每过一个坎的时候，我都想拿出来。走错心那天，暗房那天，还有摄影展那天，我都想拿出来。可是我没干。3天前我在你楼下当保安，我第一次看你从那个大门走出来，那天风很大很大，衣服大衣没扣，我就想跑过去跟你说，大衣扣上别着凉了。可是我也没敢，我这人确实是不太会说话。可是从那天晚上之后，我想说的每一句话都是你的名字，林露西，你愿意让我陪你度过每一个天亮吗？可以吗？他给我带上。我只想要给你我一生的爱。尺寸刚好。你怎么知道我尺寸的？
越不可能更改。我的心像片雪花，为你存在，比风筝你生日快到了。全世界都把你忘怀。 11月7号。我只想要给你我一生的爱。上一次见面，你说江淮跟你结婚了，那这一次离婚？不是，来送东西。 你怎么会有这张照片？在他的相册里发现的。傅女士，我今天来呢，不是以律师的身份，我是以他太太的身份。他16岁之后，再也没有让任何人接近过他，也没给自己过过生日。你觉得我能做什么？11月7号，他的25周岁生日。 我希望你可以来，他需要从这件事情里走出来。毕竟，一个12岁的小男孩等他的妈妈等了太久。或许他现在没有办法原谅你，但我相信只是时间问题。我想要的是一个完整的丈夫，他心里的结不是谁都能解开的。当年我走的时候，跟他说妈妈出去赚钱，很快就回来。 他没有哭，他就那样站在学校门口看着我，没有哭。在最该哭的时候，从来不哭。他以前不哭，是因为没有人接。他现在有人接了。地址在这里。 你们干嘛呢？生日快乐！过生日的。那是以前，现在闭上眼睛许个愿吧。 来，快吃大锅！安仔，来，生日快乐啊！这台相机是你爸的，你小时候特别喜欢玩。那个时候不会装胶卷，就听快门声。这13年，我每次搬家都会带着它。现在还给你。这是我爸的，不是你的。这是我爸的，不是你的。13年，你带他走了13年，现在他回来了，我的13年呢？我知道一台相机是远远不够的，妈妈也知道没有资格要求你原谅我。我来，我只是想告诉你，以后你每年的生日妈妈都会来，不管你叫不叫我。我只是想说，妈妈回来了。
下次你记得带球去。好，好。阿姨，这杯酒给你啊，我们一起祝江淮生日快乐。好。是生日快乐！来来来，生日快乐！露西，你好了没？这汤也太久了。啊，马上。新郎，准备好了没？我觉得我早就准备好了，我等这一天等了3年。Oh, baby, like that water in the loop. I've been stuck in the truth. Dreaming how to get to you. Oh, baby, 好看吗？ like that water in the loop. I've been stuck in the truth. Don't know how to get to you. 好看。来，看我。以前我们就说过，谁先结婚，另一个当伴娘。可惜我装伴娘怎么样？他看不到。婉晴，他不在，我在。哎，你还记得我们穿校服时候的约定吗？你最近的小说看到哪了？哦，看了59话，他们终于结婚了。那要是以后你结婚，你的婚纱扣子肯定不是我缝。谁先结婚还不一定。那我们说好，以后谁先结婚，都要当对方的伴娘。好，盖章。还穿校服的时候，我们就说过，你婚纱的扣子由我来缝。露西，从校服到婚纱，你人生的每一个重要时刻，我都不会缺席。好，那我们再拍个照。婉晴啊，我看看我的名字写对了吧？周从善，从善如流的从善，老周，行吧？姐，给我看看我的呗。怎么不是全名啊？因为你没告诉我你的全名啊。哎，婉静，给我看看。这写完。看看啊。真好看，真好看。你丈夫回来了。刚才婚礼流程表都是他帮忙改的。写完了，看你们这腻歪的样子，我简直像150瓦发光大牛马啊！哎呀，好了好了，我跟你一块写。来，还差什么？男方这边的已经写完了，女方这边你自己看看。好，快写。江婷不是意外，一哥的死亡证明被人改过。想知道真相，去查他最后出现的地方——林路病房门口。往后放。往后放。
然后呢？然后他去哪了？你回来了。你见过江平？见过。林璐去世前一天，我在病房门口碰到他，他手里提着一袋橘子，说给露露，然后他就走了。你没跟我说过。我当时不知道他是谁。你查了3年，什么都能查得到。我是查过，可是医院的监控记录只保留30天，更何况我只见过他一面，不到2分钟。我哥生命里最后一句话是对你说的。你想说什么2个人，一个你弟，一个我哥。你在病房门口接完我哥给你的橘子以后，我哥就死了，你弟也死了。你说我想说什么？江华，你什么意思啊？不用再说了，我们分开一段时间。不甘心，明明还在等，却偏要假装早就不懂。明明奢望着，你也再次心动。越美好期待，越容易落空。承认我不配，分到更轻松。有些爱越多，只有自己才懂。这个人帮我查一下。你怎么回来了？这是我家。那我走。我哥死在了天台，不是狗死。你怎么知道？你管我怎么知道的？行，现在你知道了会怎么样？我会。你只会站在天台上往下看，然后开始自责，为什么跳下去的是你哥，不是你？所以呢，你一个人查了5天，你来决定我什么能接受，我什么不能接受。你一个人把所有的事情都背负了，对吗？你收到短信之后，第一反应是你要分开一段时间，所以你搬了出去。那你呢？你一个人查了5天，你不吃不睡，你把我隔在外边，你让我觉得我什么用都没有，你知道吗？江华，你听我说。我听你说什么？你连我哥跟你说的最后一句话，你到现在都不愿意告诉我。好，你不是想知道真相吗？那我告诉你，你哥的死确实不是意外，害他的人正是陈宇白和沈志明，但具体情况我还没有查清楚。我不告诉你是因为我害怕你知道了事情经过之后你会想不开，我害怕你出事，我害怕失去你。
你哥在医院跟我说的最后一句话，江淮，你知道是什么吗？他说：“安仔，好好活。”你还爱我吗？你还爱我吗？你懂我会不争气，想回到你身旁。江淮，江淮，这不是你一个人的错。沈志明的通话记录调到了，在江平出事那天，他用办公室的座机给安全员和清洁工都打了电话，时间内完整。再加上陈玉白之前的供述，沈志明破坏安全网，陈玉白在现场，两个人一个也跑不了。京郊公安，沈志明和陈宇白追加故意杀人。好。结束了，都结束了。林大律师厉害呀！监控画面是你发给我的，天台的划痕是你先发现的，还有那个螺栓也是你先拍到的。说你请假还发完了。爸，今天就来。好，交换戒指完成。接下来最后一个环节，新郎新娘默契大考验。规则很简单，男左女右。我出题，新郎新娘举手，答错一题罚酒一杯哦。好，第一题，谁先动心？不对哦，各罚一杯。好，第二题，谁更爱谁？第三题哦，谁说了算？我说了算。哦，哎，这题不算啊，新郎改题，这题得罚酒啊。那这样，如果你们刚刚那杯酒啊想不罚，你们必须得展现一点你们的小才艺吧，默契的小才艺是不是？来，音响师，我们放一下音乐好吧？好，鼓掌，掌声在哪里？